我的投资胜率高达90%的秘诀就在这套交易知识体系。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我从事交易投资已经9年了。今天我会帮助你系统性的建立交易认知框架，主题会分为交易的本质、K 线的基础认知、交易机制和交易系统这4个部分来分别进行放送。这期我会基于常见的投资市场进行交易机制和投资方法的讲解。时间很长，内容很干，建议你先收藏视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加密货币、交易策略、投资赚钱相关的知识了。OK， 让我们 Let's go。那这次的课程呢，我会分为4个部分来进行讲解。第一个部分呢是关于交易的本质，在这个板块呢，我们会从原始的交易行为出发，把我们在交易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价格进行引入啊。那在金融市场当中呢，价格的表现其实是以 K 线图的形式去展现的，所以呢，这样就引出了我们第2个板块。如果我们要研究价格行为，那我们就需要对 K 线有基础的认知啊。那在第2个板块呢，我就会结合 K 线的构成以及 K 线的常见形态，这些形态呢将会有助于我们对趋势的反转点进行判断啊。在这一个板块呢，我就会统一来进行讲解啊。那在基本了解了 K 线以后，我们如果想要在交易市场当中去正儿八经的开展交易啊，那我们必须要认识当前的交易市场，它可能是股票市场，也可能是加密货币市场啊。那针对这些交易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制度机制啊，了解这些规则将有助于我们在这些市场下更自由的去开展交易。那所以这里就来到了第3个板块，交易的基础认知。在这个板块呢，我会介绍大家常见的一些交易知识点，比方说啊，关于交易方向上，什么是做多，什么是做空啊？那常见的投资分析方法，这些呢都是我们在第3个板块要去掌握的重要知识点。好，那在了解了以上3个板块的基础知识以后啊，那其实我们做交易的知识学习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它呢将是指导你去理性的、科学的开展投资交易的一个方法论。那在第4个板块呢，我就会系统的介绍交易系统应该有的框架是怎样的，包括首先要怎样的去选择标的啊，怎样的去确定买点和卖点，怎样的进行仓位管理和风控啊。那这些点呢，我都会在这一个板块去详细给大家讲解到。那在介绍了 K 线的基本认知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对交易的基础认知进行进一步的讲解。那这里呢，我们首先来看交易的投资者类型。那在目前的交易市场当中呢，不管是股市也好，还是加密货币市场也好，它其实所做的这些投资者的类型都是差不多的。那第一个类型就是我们常见的机构投资者。那这一类的机构投资者呢，它有2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它的资金量特别大啊。第2个呢，就是它会有自己专业的团队来进行交易，所以的话，相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它就是更专业。那这些机构投资者都有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就股市和加密货币市场而言啊，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机构投资者的角色就是做市商。做市商呢，就是专门来去维持市场流动性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哈？那意味着做市商他会在他当前所处的交易市场当中去进行挂单啊，我可以去挂买单或者是挂卖单。比方说我散户进来啊，想要去买或者想要去卖，那做市商呢就保证用户的订单总是可以及时成交，不至于让市场停摆。那在股票市场当中呢，我们现在的 A 股啊，目前主板和创业板它是没有做市商制度的，但是呢，北交所和新三板那些是有的。那做市商制度呢，在美股啊以及加密货币市场这些呢市场里面，它都是有专业的做市团队的。那这些做市团队，它需要去维持市场的流动性，那它是追求什么呢？主要呢，也就是挣钱呗啊，赚取这个买卖的价差和常规的交易所返佣啊，这个就是他们做这个事情最主要的目的。那除了做市商以外，那像常规的股票市场里面，我们还有像是社保基金啊、券商、银行啊，其他的一些公司机构啊、金融机构等等的，
这些呢，其实我们都把它视作是机构投资者。那除了机构投资者以外，市场里面呢，第二个占比特别大的群体就是个人投资者，就我们所说的散户哈。虽然我们大家力量小，但我们胜在人多呀。那个人投资者的一个主要特点啊，就是资金量小，而且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啊，没有专业的团队，所以的话，相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就是专业度会稍微弱一点。那在我们平常的投资者分布上面，其实不同的市场呢，它的投资者分布是不一样的。从我们目前讲解到现在，我们可以至少看起来，机构投资者越多的市场，那肯定市场会更趋于稳定，因为机构投资者更专业嘛。那个人投资者占比更多的呢，它的市场相对来说波动性就更大。以个人投资者占多的这些市场啊，比较典型的第一个就是 A 股。那在 A 股当中呢，之前我在做论文的时候啊，其实呢也就是去年，那当时呢做的这个数据统计发现啊，在 A 股市场当中呢，将近40%的人都是个人投资者，那剩下的20%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啊，这些我们不算在专业机构投资者里面。所以呢，从这个投资者占比啊，我们就可以看见，在个人投资者偏多的交易市场当中啊，由于散户他对这个谣言啊，还有社交媒体的新闻政策的影响会更加敏感啊，所以的话以 A 股最为典型， A 股就我们叫做政策市嘛。那散户多啊，他的这个情绪面也会来得特别快特别大，对市场的影响呢就非常大。那一整个市场的价格的表现就是暴涨暴跌。那散户呢，日常主要就是以做短线为主啊，他就是做投机嘛，他不是做投资。所以的话，以 A 股的情况来说，它就是牛短熊长。牛市呢就几个月啊，最长的时候也就1年吧啊，熊的时候呢就非常长，3到5年是打底的。那当然呢，25年 A 股的行情比较特殊，这一波行情呢主要就是由机构来驱动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我截取的上证指数的折线图，从开市以来到最近的这段期间，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这一个指数的波动暴涨暴跌。牛市的时候呢，这一波非常的短暂，接着呢就是暴跌，然后进入漫长的熊市。那作为普通人，我们在这样的市场里面该注意哪一些点？怎么样利用这一个市场的特点去吃到投资的收益呢？这里呢我小结了几个点。那第一个，以 A 股来说啊，因为它是一个政策市，所以的话，我们就需要深刻的理解政策市的本质啊，特别呢是去识别一些大的政策在出台以后带来的效应。那只要你能够识别到这个效应，你就可以吃到这一波政策的收益。这里呢，我举了2个比较典型的政策时机。第一个就是在24年，去年9月24号的时候，当时呢，央行出台了降准向息的这个政策。通过这一波政策的出台，9月24号到10月9号的那一段行情的上涨，当时呢是将近20%的增长。那如果你能够识别到这一个政策带来的经济效应，你也就能够吃到这一波收益。好，第二个就是关于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一份报告呢是在今年上旬2月份的时候出台的，其中呢就记录了今年中国政府对于投资市场的发展的一些政策以及见地啊。主要呢一个是促消费，第二个呢就是去提升居民的收入。那就居民收入这个角度而言，我们除了日常的工作带来的收入以外，投资收入也是我们收入占比的很大一部分。当然过去因为 A 股牛短熊长的原因，我们其实经历了很长的一段熊市。那如果我们国家本着要提升居民收入的这个角度出发，它是必然要去提振我们的金融市场的，也就是把 A 股做起来。那这一个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以及对于股市的影响，以及今年的行情预测，当时呢我在3月份的视频啊都已经讲到了关于 A 股的投资信号。如果当时有收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那就赚了呀。当时我的预测就是25年今年的 A 股是慢牛，它必须要靠官方的引导和政策的组合拳去把整个牛市给它拉起来。那当然呢，因为 A 股的流动性非常大，光靠官方的资金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把它冲到牛市的，所以的话就需要借势一步一步来。那这样子呢，就得出了今年是慢牛的一个结论。那除此以外，我当时的预测啊，说的是只要大盘低于3400点，你就可以进场。目前呢是已经3800点了啊，有劲的朋友们可以扣一。OK， 那第二个点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基于个人投资者占比特别高的这一类市场，因为它的
市场的行情暴涨暴跌，并且呢牛短熊长。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最好的就是做趋势交易，而不是在熊市的时候越跌越买，这是不对的。那做趋势交易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在行情起飞的时候上车，当全民都要在讨论炒股啊、炒币的时候，准备下车啦。那第三个，就当前 A 股的特征来说，我们大中国14亿的人口，那其中呢有7亿的人都开通了股票的账户，所以我们可以见到这个 A 股当中的资金量是非常的庞大的。除此以外呢，散户占比特别高，那也就意味着长期的牛市它是非常难推的，一定要靠官方来去引导。除此以外，相对于美股而言啊，当然我们上证指数啊没有纳斯达克指数那么牛那么凶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市场当中投资者比例的一些原因，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股市的发展历史啊也比欧美的要短，所以的话呢，未来的上升空间是很大的。那因此啊，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而言啊，只要官方出手提振股市，那就要对官方有信心。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看好中国的股票市场。那除了 A 股以外啊，我们加密货币市场啊，也是个人投资者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市场之一。那早期的加密货币市场呢，主要就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那在当初呢，比特币的这个价格啊，就经常是暴涨暴跌啊。那最近几年呢，机构的占比啊就慢慢增加了，比特币呢也就慢慢的趋于了稳定，出现了长期牛的情况。那这里呢，我演示了比特币现货市场的价格行情。那从22年、23年开始啊，也就是这一波熊市筑底的时候，这一波开始，也就是机构占比开始逐渐增多的时候。那随着机构的入场，近些年来呢，可以看到啊，比特币呈现一个长期慢牛的情况。整体来说，价格不断的在突破新高进行增长。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机构投资者占比比较多的市场。那以目前全球的交易市场而言，机构投资者占比比较多的几个典型市场，第一个是港股，7成以上的机构投资者；第二个是美股啊，也有8成的机构投资者。那相对于这么高的机构投资者占比而言，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我列了一个数据哈。由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来说，从最开始初始的100点，现在是已经到了21000点，整体是上涨了210倍。相对于上证指数的增长而言啊，那这个增长的规模是海量级别的。好，那机构投资者占比多的市场，它的表现，一个是刚刚提到的机构投资者因为资金量很大，而且呢，他们拥有专业的团队，所以他们在交易的时候通常都会考虑风控。由于他们的这些特点啊，他们大部分的时候呢，都会让市场整体的波动变得更平稳，那让市场的表现就出现一个长期慢牛的情况，牛长熊短。那这一点呢，在美国的股票市场里面特别常见。那我右边呢，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增长的折线图啊，我们可以看到，从开市开始一直到25年。整体出现一个长期慢牛的情况。当然现在呢，价格确实是很高啊，有定投纳斯达克指数的朋友们应该也每天活在这个暴跌的恐惧当中啊。好，那最后呢，我们进行一个小结，关于刚刚介绍到的这些交易市场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机构个人投资者占比的一些特征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当然是想玩成熟的啊，能长期给我们带来收益的市场啊。那这目前呢，我们在中国来说啊，只有台湾和香港这2个地区呢是可以玩美股、港股啊和加密货币。那在大陆的用户，如果我们想要参与到这些成熟的市场当中，假如你想买美股啊，可以去购买纳斯达克的指数基金；假如你想去玩港股啊，可以通过港股通进行港股的投资。那这一块功能呢，在常规的券商 APP 里面都是有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接着呢，我们来看金融市场当中常规的交易标的和交易场所。那我还是我最初的观点啊，作为普通人来说呢，我们能够进行交易的标的的类型是越多越好啊。那日常呢，我们能够看见的交易标的有常规的股票、债券这些传统证券，
还有像是基金这一类的组合产品啊。那作为机构投资者来说呢，它还能够去交易到期货、期权这一类的衍生品。除此以外，在合规的国家当中啊，普通的投资者也能够去交易到加密货币这一类的虚拟资产。那这些标的的交易呢，常规来说啊，特别是以刚刚提到的股票、加密货币这一类来说啊，一般呢都是在券商的 APP 里面是会有股票交易啊，交易所内呢是有加密货币的交易这一类的。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交易的方向。在交易的方向上，我们有做多和做空两种啊。那当然这两个概念的含义，那我们常规的买入啊，进行低买高卖啊，我们称之为是做多；进行低买高卖做多的人群，我们称之为是多头。那除此以外，在做多的基础之上，我也可以加杠杆来做多。那结合现有的工具来说呢，有融资工具，以及杠杆借贷币圈的这一类的产品去借钱买入你的资产，后续呢高价卖出资产以后进行资金的还款，那你呢也就额外赚取了杠杆带来的收益。除此以外我也可以通过玩期货或者是做合约进行做多我可以开仓做多，购买看涨的合约建仓以后进行平仓，那由此呢赚取一个合约的收益我右边呢是展示了加密货币市场当中 BTC USDT 合约交易的面板那可以看见在这个面板上呢，作为普通用户假如说我是做多的，我就可以去买入合约；如果我是做空的呢，我就可以去卖出合约。那好，那接着呢就是卖出这个方向上，我一方面我可以进行单一的卖出来进行现货的平仓，那除此以外呢，我也可以做空作为空头，假如我预期价格会下跌，那这个时候我就介入资产进行卖出，并且呢在未来买入来对资产进行归还，从而呢赚取高卖低买的投资利差。那同样的做空呢，它也可以加杠杆或者是玩合约期货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关于做空它的一个作用，机构通常会通过做空呢进行风险的对冲，来抵消他手里面持有的现货头寸在行情没有如他所料的情况下产生的损失，也就能够让投资组合的净值，特别是基金的净值去保持稳定。那作为普通人而言呢，做空主要是可以用来投机。当我们在交易市场当中出现单边的趋势性行情的时候，做合约的胜率还是比较大的。以过去我在加密货币市场当中之前有一波 Luna 的暴跌当时呢那波 Luna 基本上是奔着归零去的那我在那样的行情下呢，我就开了一个空单后续呢价格一路暴跌，我们就跟着趋势吃这波下跌的收益，刀口舔血所以呢这个就是做空对于普通人来说它所带来的投资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交易机制。那在现代的交易市场当中，以股市或者是加密货币市场为例，那它的交易机制的核心或者说本质都是双向拍卖。双向拍卖呢，也就意味着买方和卖方它会同时进行报价，那买方的报价会从高到低，以及卖方的报价会从低到高，由系统自动的给你排列。只要你买卖双方的价格能够匹配，那这个时候呢，系统就会给你进行撮合。那在目前的交易市场当中呢，它的形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的话是集合竞价。集合竞价呢，这种机制在股市和币圈的交易所，比方说 KuCoin 这类的交易所，它会在一些特定的小交易对当中进行使用，主要目的呢就是减少价格的波动。那减少价格波动的这一套机制它是怎样运行的呢？首先，集合竞价它会用在开盘和收盘的那一段时间里，那它会规定几个时间窗口，在这几个时间窗口内呢，作为投资者而言，它是只可以进行挂单报价但是呢不会进行立马撮合，直到最终的规定的时间节点到了，这个时候会由系统统一撮合那比较常见的就是先规定一个时间窗口，在第一个差分钟内，用户可以进行挂单，并且可以撤单。那过完第一个差分钟，来到了第二个时间窗口比方说 Y 分钟，那这个时候呢，用户他就只可以挂单，不能够进行撤单了，直到来到第三个时间节点，
它可以是一个时间窗口，比方说5分钟，也可以是一个具体时间点，比方说9点半。那到了这个时间窗口里，系统呢就会结合它事先定好的规则进行一次性的撮合。那它的撮合原则呢，第一个肯定是价格优先嘛，你卖价低的和买价高的订单就会优先进行撮合。那它撮合的原则呢，也就是通过系统计算哪一个价格能够达成那一刻他收到的所有订单能够达到的最大成交量，那这个时候呢，就以这个价格作为开盘价或者是收盘价。那它有什么作用呢？那由于它是规定了一段时间，大家伙一起去竞价，然后一起在具体的一个时间点进行统一撮合，所以的话呢，它第一个作用就是能够避免开盘价和收盘价被人为的操控，避免价格进行剧烈的跳空。那除此以外，在集合竞价期间，它本身也会为散户提供当日的信号是高开呀还是低开呀具体当天的走势如何进行判断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日内的趋势的判断，那它还是需要结合其他的因素一起来看的。好，那接着呢，我们来说连续竞价，这个呢就比较好理解目前股市的盘中和币圈大部分的交易所都是按连续竞价的形式进行交易的开展的。那只要呢你市场当中买方的报价大于卖方的报价那这个时候呢交易就会立刻发生成交价格呢就会由买方的报价和卖方报价共同来进行决定这种连续竞价的机制呢非常常见，我就不再展开了。好，那接下来呢，在买卖双方同时进行了报价以后，他报价的这些订单那这些订单去哪儿了呢也就到了这个订单部。在这个订单部的这个板块，我们来介绍一下其中会涉及到的一些概念那首先，这个订单部里面装满了买卖双方报价的所有订单他们呢都在按一定的规则排列撮合那首先呢，第一个要了解的概念就是盘口那就目前我们常规交易来说，我们所说的盘口这里呢我也例举了几个例子，它通常指的就是前几档的挂单的情况。以这个股票市场为例，现在我演示的就是 A 股茅台的盘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盘口当中上面这个部分卖单的卖盘前5档和买盘的前5档按它的规则进行了排列。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盘口那相对的第二个，以加密货币市场当中的盘口为例，左边这个订单部，这里呢展示的档位就比较多了，目测应该有个20档。那上方是卖盘，下方是买盘，那当中就是最新的成交价。好，那这个呢就是盘口的情况介绍。那第二个概念，就大家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应该有听说过深度这个概念，当然没听说过也没有关系那什么是深度呢？它指的是在具体的一个价格里，买卖订单累积的量，它代表着在那一个时刻里面市场能够承受的最大交易量。那以这一个比特币现货市场的盘口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卖盘它的这个深度，首先第一档1.95个 BTC 是它的这一档价位的深度那卖盘呢就是 7.4 这一个就是它的买盘一档价位的深度情况。那这个深度越好，它也就意味着当前标的资产的价格它越不容易引起剧烈的波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假如我的卖一档它的深度不够举个例子，那这个时候我来了一个大额的买单，我一下子就把你这个卖一档的价格给吃掉了。那我卖一档吃完你现有提供的订单，我还不够我的这个买单呢，我就会往卖2档卖3档接着吃。那这个时候呢，随着我不断的吃掉卖盘当中前面几档的订单，那我交易的价格也就会随着我吃掉卖盘档位的这订单档位的上升，它价格就上升了，那我的成交的均价也就会不断的上升。所以深度越好，如果卖一档的订单能够正好的被我撮合，或者是说它的那个订单的交易量比我还大，那也就意味着我不会把它的卖一档完全的给它吃掉，那所以呢标的的价格也就不容易引起剧烈的波动了。所以呢，好标的的一个标准之一就是深度要好，流动性要强。什么是流动性呢？指的就是标的物快速变现的能力。
比方说啊，像是你买股票啊，茅台、苹果股票啊这一类的，那只要你挂个市价单，它就能够快速给你卖出啊，或者是买入。那这个就证明它的流动性是非常好的。市场当中呢，有很多挂单都能够及时的跟你撮合。那流动性不好的资产，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房地产啊，它就流动性不是特别好。你按现有的市场行情来说，你卖个房，那你交易的时长，那不得1-2年起步啊？除非你把价格压得特别低啊，你可能卖得快一点，但是按常规来说，它卖的交易周期肯定是会比我们交易金融资产要慢很多啊，交易周期要长很多。所以呢，这里我们作为投资者而言，我们在选择标的的时候，也要尽量选择好的标的啊，就是深度好、流动性强的标的。像一些小的股票啊，比方说一些快要下架的股票，另外呢，像是一些小的山寨币啊，这些币呢，它本来流动性就不高，流动性池子里面可能就几十万 U， 谁都能够去花点钱做个庄家。因为流动性不高的这种情况，它的价格就很容易被人操控啊。作为普通投资者呢，应该在这一个点上我们要进行注意。除了我刚刚提到深度不好的表现以外啊，那这里呢，我还有一个点啊，以我们加密货币市场来说啊，还是以一些小币对做例子啊，在这些小交易对的交易市场里面，它是经常会出现插针的情况的。那什么是插针呢？它其实是对 K 线的一种形态的形似比喻。那以我右边这一张图为例啊，可以看到这个币价，它到达了指定的价位以后，就在我当前所处的这一天里面，它出现了一个暴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影线啊，都长到超出我的截图的范围了。那这一种情况呢，在我们刚刚所讲的 K 线形态里面，它其实是属于锤子线啊。那在币圈里面呢，我们就把这种情况调侃为插针，因为它已经不只是锤子线这么简单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价格发生了暴跌，那作为玩合约的用户啊，是特别容易爆仓的。那合约爆仓以后，特别是以途中做多的情况来说，假如我开了一个多仓，那当市场的价格发生了暴跌，我的爆仓风险就急速加剧啊。假如我爆仓了，或者是我前方有人爆仓了，那他手里的合约就会由系统自动的强平进行抛售。那一波波的爆仓，一波波的合约的抛售，它就很容易发生，它就会助推价格的进一步的下跌，进一步的下跌又会引发又一轮的合约爆仓，就发生了踩踏式的抛售。所以呢，这种插针现象对于投资者的资金安全来说是非常大风险的一种现象。那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怎样去避免交易到这种情况？一种就是你要不就别玩啊，别玩这种小交易对或者是小交易对的合约。第二种呢，就是你要跑得贼快。这个贼快呢，指的是你如果想玩这种币啊，打新，那你就持有的时间要尽量短，可能是1个小时、2个小时，可能是几分钟，你要自己实时的进行盯盘，保障自己的权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交易机制当中会涉及到的角色。这两个角色呢，其实刚刚我已经简单提到过啊。一个是挂单方，我们会叫它 maker， 因为它总是制造订单，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啊。那在现有的交易市场当中，因为它提供流动性的这一个角色啊，它其实是有利于我们交易市场进行运转的。所以呢，常规来说啊，这一类的订单啊，也就是作为 maker 方，它都会享受更低的手续费啊。它的手续费呢，会比 taker 方，也就是吃单方，比方说我挂了一个市价单，我就会直接跟盘口当中的订单进行撮合。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相当于吃掉了市场当中的流动性。那作为 taker 方来说啊，两方的手续费啊 ，maker 和 taker 的手续费差距呢，一般能达到5到10倍啊。那像你常规来说挂一个限价单，那你享受的手续费也就是 maker 的手续费。那在业内呢，做事的团队啊，做市商通常都会去刻意去做 maker 来去节约手续费。别看手续费小啊，因为它交易的资金量大，它其实能节约下来不少的手续费。那作为吃单方来说呢，它的手续费就更高，这点呢在美股和加密货币市场是特别常见的啊。所以作为普通的小白用户来说啊，我们可以
通过这个点啊，认知到我们在日常的交易当中啊，也最好去做 maker 啊，作为挂单方，你可以挂一些限价单啊，去等待撮合。如果你的交易量大啊，你总是做吃单的那一方，那你手续费其实会凿得更多。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交易市场当中的价格机制。第一个呢，就是涨跌幅的限制。那目前涨跌幅限制呢，在港股、美股和币圈啊，目前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但是呢，在港股和美股的交易市场当中，它是有冷静期和熔断机制的这一个机制存在的。那具体什么是熔断机制，一会儿我来介绍哈。至于像 A 股和台股啊，它们呢是有相应的涨跌幅限制的。目前以主板来说的话，它的涨跌幅限制是10%。那如果是新上市的股票呢，它就通常没有涨跌幅的限制。那当天的股价触达了涨跌幅限制以后啊，比方说我的价格已经在当天增长了10%，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叫它涨停啊。当出现涨停板的时候，意味着当天的股价也就达到了这一天里面的最高价。那这个时候呢，假如你是想要进行股票的卖出的话，那你就可以立即以这个价格进行成交。那如果你想去买入，比方说按涨停价进行买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去排队。那在这个跌停板中啊，也是一样的，只是说逻辑相反。那如果你是买的股票啊，触发了这个跌停啊，那这个时候呢，意味着价格就到达了当天的最低价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想立即以跌停价去买，那就很快就成交了。那如果你是想要去卖的话啊，你需要排队啊，等前方的卖出订单全部都消化完以后啊，这个时候呢才轮得到你。那关于这个涨跌幅限制呢，我们有一个现象需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啊，也是要掌握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关于涨跌停板的封板现象啊。那什么是封板现象呢？它就意味着以涨停板为例啊，当出现涨停板的时候，意味着很多的买单会在涨停板这个阶段进行囤积啊。那当封板，也就意味着这个买单它的一个数量已经超出了常规的规模啊，它是一个巨量的规模，巨量的买单在涨停板上进行囤积啊。那这个时候呢，卖单没有人愿意卖啊，大家都非常的惜售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叫它封板，因为你的交易没有办法正常去推进了，没有人愿意去卖啊。相对的呢，又有很多买单囤积在那里。那只有当卖单量大于买单量的时候啊，那相对应的涨停板才会被再度打开啊。那对应的呢，这个跌停板也是同理。那关于涨停板和跌停板本身这个现象，在股市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信号，是看涨还是看跌。那当然涨跌停板的形态啊，比方说一字板、T 字板啊，也是非常多的。那不同形态下，在行情里面这种信号怎样去进行理解啊，这一块的知识点呢，我们后续来讲啊。好，那在入门阶段呢，我们就掌握到啊，目前在涨跌幅限制的这个机制下，是会存在封板现象的，特别呢是在股票市场啊。那除此以外啊，这里再补充一下，像刚刚提到的涨跌幅限制，它其实表明了多头和空头的强度。第二个呢，就是熔断机制啊。这个熔断机制呢，在美股市场是比较常见的。过去呢，我们也在 A 股市场当中去短暂的推出过，但推出的时间啊，没过多久，迫于民间的压力，这个制度就下线了。那以美股市场的熔断机制来说啊，只要相对应的美股指数跌幅超出啊，比方说7%啊，13%、20%，当这些指数它的跌幅达到我刚刚说的这些跌幅情况以后，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由系统触发紧急熔断机制，那意味着呢，就会暂停交易相对应的时间窗口。那我可能跌个7个点，我就把大盘的整体交易时间啊去暂停个15分钟。我跌了13%了，这个时候呢，我再去把大盘的交易暂停1个小时，以此类推。那这个熔断机制呢，其实是对大行情下，特别是下跌行情当中，大家这个恐慌情绪弥漫，熔断机制的出现呢，它就相当于一剂紧急强心药啊，它就把你这个交易给它暂停啊，让你先冷静一下。那这个机制的出现呢，其实是有利于对股市在大暴跌啊这种行情下进行维稳的。那第三点呢，就是价格笼子。价格笼子呢，意味着你买的时候，你不能够把买价抬得太高，
那在卖的时候，你也不能把卖价压得太低啊。这里面呢就有一个买价和卖价的上限啊，你每一笔订单，你的买价不能超过2个点啊，你的卖价呢不能低于2个点。那这个价格融资呢，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以 A 股的价格融资为例，它也是一样啊，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股市出现暴涨暴跌。那以上呢，我们就对我们日常会接触到的交易市场当中，它的交易规则啊、交易的机制、价格的机制啊，这一些内容做了介绍。了解这些信息呢，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市场的规则啊。我们要在规则当中去发挥自己的投资自由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常见的投资分析方法。那目前呢，我是把我们现有的常见投资方法呢，都做了一些举例啊。比方说像是基本面分析啊、技术分析、巴拉巴拉的这些投资分析方法呢，它会有自己适合的交易市场，也会有自己适合的使用方的投资风格。那具体呢，就要结合你自己的风格来说啊。这里呢，我们就先做介绍啊，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第一个呢，我们说是基本面分析啊。这个基本面分析呢，实际上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价值投资啊。基本面分析这个方法，它比较适合港股、美股这一类比较健全的市场。那之所以说它是以价值投资为核心，因为它的理论来源啊，就是以价值投资理论为代表的。它的核心观点指的就是标的物啊，这个资产的价格，它始终都会围绕着它的价值进行上下波动啊。价格呢，最终都会归于它的价值。那所以呢，它的理论观点最终只要对资产的价值进行估值也就可以了。那坚持价值投资的这一类代表人物，比方说像是巴菲特啊，以及他的这个助手查理芒格啊。那我过去在刚毕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炒股也是价值派啊，基本面分析是非常重视的。那当然呢，在后来接触了加密货币市场以后啊，逐渐就转为了技术派。好，当然呢，基本面分析我们不能说它一点用也没有啊，它其实是有利于我们去选择一些标的。那你选择了优质的标的，那它一定是有利于去提升你后续交易的胜率的。那当然呢，基本面分析我们主要指的就是对标的物啊所属的，比方说股票啊所属的公司啊进行估值。那其次，公司所属的行业啊，这是第2个类目。那第3类呢，就是在那一刻啊所处的经济大环境是怎样的。那这3方面因素呢，都会对股票的价格啊产生影响。那首先呢，我们来看最核心的啊，在价值投资理论当中对公司的股票进行估值。那当然呢，这里的估值模型啊不适用于加密货币市场啊，只适用于股市啊。那它的这2种模型呢，主要有2类啊，一类是对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进行估值。这里呢，我不会去赘述这个模型它具体是什么含义哈，但我大致说一下它的意思。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己下来去了解啊。那我举个例子，以这个股利贴现模型来说，它其实就指的是在这个模型里面，我们认定股票的价值它等于它未来 N 多年的这个公司能够带来的自由现金流的贴现值。但大白话来说呢，就是看未来这个公司能给带来多少钱，这些钱按未来的通货膨胀程度折现到现在啊值多少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其他的呢，还有一些现金流贴现模型、剩余收益模型之类的啊，这些呢我们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下来去看一下啊。那如果我今天展开这些公式讲的话，就会太枯燥了啊。那这里面呢，我们以我刚刚讲到的股利贴现模型为例啊，那这个呢就是巴菲特比较常用的基本面分析模型。好，那这是以公司的内在价值进行估值的模型。那第2个呢，就是相对估值模型啊，它也叫市场比较法。像它字面意思表达的一样啊，它这一个模型主要的一个含义就是采用你选定的目标公司跟你同行业的公司的股价情况进行对比啊。那以这一个市盈率模型来说，比方说啊，我现在想要评估韵达这家公司的股票估值，那我选取了韵达作为我的目标公司。与此同时呢，在快递这个行业，顺丰是老大，那我就拿上顺丰啊，它作为同行的公司，也是我的对比公司，我去查询到它平均的市盈率情况。那接下来呢，我就拿着它的平均市盈率情况跟我当前的每股收益进行类推，那其实乘一乘就类推出来了啊。
就把我当前韵达公司的股价给算出来了。这个公式呢比较细，我刚刚呢就是结合这个公式讲了一个这个公式表达大概意思。那公式呢我是放在这个位置啊，感兴趣的同事呢可以下来自己细究一下。好，那相对应的呢，像是市净率、市销率啊，这些就是同理，只不过基于估值的指标不一样。好，那当然呢，这些模型啊，它也只能够作为参考，而不能够作为绝对的去对公司的股票进行估值。作为参考是 OK 的。那除此以外呢，我们在基本面分析当中，除了要对公司股票本身进行估值，也需要呢结合行业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那宏观分析呢这一块就比较大了哈。它主要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对当前的一整个经济环境进行评估啊。这个经济环境呢，它未来是很大可能会去影响股票市场或者加密货币市场的走向的。那比方说啊，这些经济系统当中相应的这些对象，比方说央行啊，美国的有美联储，企业的这些组织啊，家庭、金融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美股市场和 A 股市场啊。他们之间在经济系统里面是怎么样去相互影响的？那宏观分析就解决的是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在美联储放出了一些降息的消息以后，那这些消息它通常会拉动股价的上涨？那为什么美股上涨的时候，比特币也会跟着涨？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宏观分析当中这些因素相互之间影响的原因导致的。那这一块呢比较复杂。我们后续呢可以单独针对怎样进行宏观分析，甚至是说对经济系统当中各个对象之间是怎么样进行作用的来去进行讲解，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好，那除了宏观分析以后呢，就是行业分析啊，这一块呢我就没有展开了。它相较于宏观分析来说，它需要你对行业啊，比方说啊这个行业里面的龙头，你当前选择的这家目标公司它的一个竞争力情况啊等等的这些进行调研和考察，这里我就没有展开。那总的来说呢，我们对基本面分析方法的评价哈，它其实呢就是通过对公司、行业和宏观的层面对标的物整体的情况进行估值。但标的物的交易，它实质上啊，除了会受到刚刚提到的内在价值的影响以外，它的交易本身，它实际上是价格选择的结果，对吧？那我们回忆一下，刚刚我们在上一个板块提到的 K 线图，其实 K 线图就是每天的价格走势。那如果我们把标的物的估值这件事情只放在它价值评估这件事本身，那是不是漏了点什么？其实我们应该还是要去考虑当前市场上针对标的物本身它的一个供需情况、多头博弈的情况，包含的一些市场情绪、市场看法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通过基本面分析没有办法去涵盖到的啊，因为这两个事情呢本身就是两码事啊。所以呢，总结一下，基本面分析法呢，它其实比较适合去选择标的啊，特别是在股票这个层面，但在入场和出场的条件上呢，它判断其实不是很准确。我算出来一个估值，但是这个估值本身相较于漫长的时间线来说，它是波动的。我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出场，基本面分析法没有办法告诉我。那相对的呢，它需要跟技术分析进行互补，因为技术分析它研究的就是价格行为。那第二个，这点其实我刚刚提过哈，也就是加密货币市场呢，它不太适用于基本面分析的理论。但是呢，加密货币的价格它会受到一些行业概念、一些新兴的创新概念，还有像是市场情绪啊、宏观经济的影响。那对于加密货币市场本身呢，它更主要的是采用的技术分析的方法。那这一块呢，我们一会儿来进行讲解。好，那在实际的投资过程当中啊，另外一个弊端就是它实际投资验证的时间会非常长啊，那相对的呢，就会非常考验你投资者的心态。比方说啊，美团这家公司，其实它的业绩一直以来都不错，都挺好的，而且还是超预期的增长，但是呢，它的股价却一直在跌。那这个怎么解释呢？如果你以基本面分析法买了美团的股票啊，那看着这个股价一路在跌，你心里也不是滋味啊。所以呢，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啊，去论证我刚刚提到的，基本面分析法确实在入场和出场的条件上面没有办法提供很准确的信息。这一方面呢，是需要由技术分析的方法去进行解答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技术分析法啊。技术分析法呢，它会特别适合于币圈和股市啊。当然呢，它的这一套理论其实都是通用的，一通百通啊。那回归到交易市场本身，我们对技术分析法的解读啊，也就是市场情绪和多空的博弈本身，它是会影响
标的物的价格走势的。那技术分析呢，也就是唯一一种去衡量这种因素的方法。它的一个实施的逻辑啊，它使用的是过去的标的物的价格和成交量的相关的历史交易数据，接着呢去配合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 K 线的一些形态啊，这些图形、趋势、指标，以及结合相应的一些统计规律，去预测出未来的行情，来去识别入场和出场的时机。那在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说呢，它本身是有很多坚实的理论基础存在的。那技术分析最开始啊源于的鼻祖理论，也就是道氏理论。这个理论呢是在过去啊美国经历了大萧条以后啊，由当时的学者提出的一门技术分析理论。那后人呢，其实在道氏理论的基础之上，还发展了像是艾略特的波浪理论啊、江安理论。那中国人呢还发明了缠论啊，这些理论呢非常多。那这些理论我们该怎样去看待它呢？这些理论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啊。那这边呢，我们对于理论的态度啊，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洋气的态度。这个洋气呢，指的就是我们要吸取这些理论的精华，去抛弃掉这些理论的糟粕，不用去盲目的太去迷信这些技术理论啊。那基于这些技术理论之上啊，我们对分析的对象啊，主要也就是 K 线啊。从 K 线本身，我们有形态啊、趋势的分析。第二块啊，跟成交量相关的交易数据，我们有量价相关的分析。那第三块呢，就是基于 K 线衍生出来的这些技术指标，那怎样跟 K 线配合进行共同的验证啊？那这一块呢，也是非常多的一块内容啊。那这块内容呢，我们会在后续去专门的抽几期视频来进行讲解。那今天呢，我们就对技术分析方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就可以了。那除此以外，技术分析本身呢，我们还是要去了解一些交易市场当中的一些机制规则。那其实这些机制规则我刚刚在上一个板块已经提到过了。那额外的，那比方说呢，会对价格的变化产生影响的这一类的规则啊，特别像股市有除权的这个机制在啊，那这些点其实是会影响价格走势的啊。那比方说人家发生了除权，那我们就需要复权以后再进行技术分析啊。那这些点呢，我们今天就先略提一二啊，后续呢再去专题讲的时候呢再一起来讲。好，那对于技术分析的方法来说呢，我们可以看见它其实能够去解答什么时候该入场，什么时候该出场啊。只要我们识别了趋势的反转点，其实就能够解答这类的问题。但是呢，技术分析的理论以及实践的过程当中啊，是千人千面的。那作为我们普通小白来说呢，我们不用太去迷信这类的理论，但是呢，掌握这一类的理论，最后呢，应用在实践当中，它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去提升交易的胜率的。至少你对你自己的交易决策，你会更有把握，而不是情绪化的去做出一些交易行为。那除此以外，做好交易风控啊，来去保障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另外一个点啊，就是说技术分析它本身是存在一个滞后性的弊端的，它可能给你带来一些信号的时候呢，已经晚了啊。那这个是技术分析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我们就知道就行了啊。那之后的一些常见的投资分析方法啊，这些呢复杂度就会更高一些。常规来说都是由机构进行使用啊，比方说投资组合的分析法啊。它主要就是解答我该怎么样对我手里的标的，比方说有股票、有加密货币，我该怎样进行分配啊，这一个问题的解答。那除此以外呢，还有量化分析法啊。那比方说简单的量化，我可以做一些交易所间的套利啊，监控交易对的价格。当不同的交易所间的交易价格出现偏差，并且呢，这个偏差能够覆盖你进行套利的成本，比方说你在交易所间搬砖冲提产生的手续费交易的手续费，如果都能够 cover 的话，你其实做这个交易所间套利就是有利的，那你就可以实施这一个措施那通常呢，我们监控这类价格都是通过技术的方法去进行监控的比方说接入交易所的 API 接口，拉取它的价格数据进行监控。那除此以外呢，交易所内还有三角套利这一个点呢，我就不展开讲了。上一期我们在币圈入门的视频里面给大家专门的去举例讲解过。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进阶版的量化分析法。那这一类呢也是一样的，它基于程序交易，并且呢它基于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程序会更加复杂一些
但总的来说呢，它就是将我们拟定的这些交易策略啊，这些交易策略我可能识别到趋势反转点了，我这个时候该买入啊；识别到顶部了，这个时候我该卖出。那量化分析法也就是把这些交易策略去表达为程序代码。那接着呢，它跟其他方法不同的点在于，它会用历史的数据，比方说过去10几年的 A 股的交易数据、每天的 K 线数据，以及币圈啊这么几年来交易所内的加密货币的价格数据啊，用这些历史数据呢去回测我拟定的这个交易策略的表现，来去计算最终的一个投资期望值。如果我最终算出来啊，结合我的历史数据以及我的交易策略，我算出来我最后能拿到的钱啊，也就是我们数学上说的是期望值啊，你只要期望值是为正的啊，也就是能给我赚钱啊，这就说明它就是可行的一个策略。那最后呢，你这个策略就能够自动化的去投入运行，那就成为你的税后收入。那意味着你能够躺着，系统也会帮你进行自动化的建仓、平仓，那也包括一些价格的预警。好，那作为小白来说呢，我们后面2种方法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自己下来去研究啊。但是呢，这2种方法都依赖于你有比较高的数学水平，至少大学的高数水平要通过。OK， 以上呢就是本期的交易干货分享了。想要领取演示文档的朋友们，可以私信 KK。下期我还会帮助你搭建属于你自己投资风格的交易系统框架。订阅 KK，咱们下期见。